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红海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话题。而印度在此次红海危机中表现得异常高调，一面进行穿梭外交，呼吁维护通道安全，一面增派人员军舰，着手强化军事存在。这些举措是印度因应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另有他意呢？一起来洞察关键。 So I really thank Indian warship INS Visakhapatnam. They had. 1月28号，印度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英国邮轮“马林罗安达号”船员的感谢发言。这是因为在1月26号，马林罗安达号在亚丁湾被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击中。该邮轮上载有22名印度籍船员。据印度海军称，在接到呼救信号后，印度海军派遣了在亚丁湾部署的维沙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协助灭火。这艘驱逐舰上有10名印度海军人员。 并携带了专业消防设备，在经过6小时的作业之后，成功控制了火势。印度哨兵网站在报道中表示，这不是维沙卡帕特南号首次对该地区商船遇袭事件作出回应。1月17号，位于亚丁湾的美国 Janko Picardy 号货轮遭遇无人机袭击，当时印度海军的驱逐舰也做出了回应。报道称，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包括特种突击队在内的印度海军已经调查了250多艘船只，登上了其中40多艘船只。印度向来视印度洋为自身的势力范围，长期谋求构建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而包括红海、阿拉伯海在内的西北印度洋地区，恰恰是其力量投射的薄弱环节。红海局势也为其在西北印度洋强化军力部署创造了难得机遇。此外，红海危机则恰恰为印度提供了 一个塑造大国形象的绝佳机会，借机刷存在，博取地区国家的支持与好感。实际上，红海危机爆发以来，印度就高度关注地区局势发展，并打出一套组合拳。2024年1月中旬，印度宣布成立由国防部、外交部、商工部等部委代表组成的跨部门应急协调机制，专职负责跟踪红海形势，并根据事态发展随时作出反应。 同时，印度高官频频发声，营造印度将介入红海局势的声势。如海军参谋长哈里·库马尔就公开表示，一旦印度的利益受到威胁，印度海军将进入红海。商工部长戈亚尔也声称，如果红海局势继续升级，印度将迅速做出反应。之后，随着局势升级，印度开始以护航、打击海盗为名，向该地区大量增派军舰。截至1月31号， 印度在红海以东部署了至少12艘军舰，以及 P8I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和 MQ9B 无人机进行支援，不断监测阿拉伯海和亚丁湾的船只。同时，印度也向从阿拉伯海北部和中部延伸到亚丁湾的区域派遣了10艘军舰，这些军舰负责监控悬挂印度旗帜的船只。路透社称，印度此次出动的兵力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此次印度海军派出的驱逐舰包括加尔各答级和维沙卡帕特南级，其中加尔各答级包括加尔各答号、科钦号和金奈号，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包括维沙卡帕特南号和莫尔木刚号。这些战舰被外界称为印度版宙斯盾舰。其中，加尔各答号部署在红海口，科钦号在也门索科特拉岛以南，莫尔木刚号在阿拉伯海西部。 金奈号在阿拉伯海中部，维沙卡帕特南号则在阿拉伯海北部。此外，还有一艘名为 MV Cham Pluto 号邮轮，在阿拉伯海遇袭后前往阿拉伯海北部巡逻，用于为印度军舰补给。加尔各答级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7500吨，采用当今世界流行的相控阵雷达，搭配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组成的高性能防空作战系统设计特点。 装备以色列提供的 ELM-2248有源相控阵雷达，4面雷达安装在桅杆顶部，各负责90度扫描探测，最终形成360度区域覆盖。该雷达对战斗机最大探测距离约250千米，对掠海反舰导弹的自动发现距离在30千米左右，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另外，该基舰使用6组8连装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巴拉克防空导弹。 同时装备2组8连装俄制垂直发射系统，装填16枚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是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改进型。维沙卡帕特南号于2013年开工，2015年下水，实际于2021年11月21号服役，排水量为8000吨。此外，维沙卡帕特南级解决了加尔各答级存在的一些电子兼容问题。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最显著的创新是其网络化作战系统，可为每个作战岗位提供高水平的态势感知。除了分析传入信息、分类和指定目标优先级、选择和准备武器这些基本的作战指挥系统功能之外，新版本还可以自动分配舰上系统之间的能源。维沙卡帕特南级导弹驱逐舰是目前印度最为先进的大型水面舰艇。首舰维沙卡帕特南号2021年才刚刚服役。与加尔各答级相比，一是改进了舰桥布局，使其具备了更强的隐身性能；二是配备了多种数字管理系统，自动化和网络化的水平更高。但在战斗性能上，它与加尔各答级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实际上，据印度防务新闻去年4月报道，计划在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印度，也打算成为全球国防制造中心。近年来，围绕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国外的消息不断。2020年，印度与亚美尼亚签署价值4000万美元的施瓦提炮兵定位雷达出口协议。2021年，印度完成施瓦提炮兵定位雷达交付后，亚美尼亚又向印度购置一批155毫米牵引火炮系统，总价值达1.55亿美元。2022年1月，印度又与菲律宾签署价值3.75亿美元的布拉莫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出口合同。此项目被印度媒体誉为印度武器出口里程碑式项目。在2023年印度非洲陆军参谋长会议上，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还表示，印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武器出口国。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高调宣扬的本土军工产业，实际上有着一直难以解决的硬伤，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对外依赖性较高。一些装备系统是国外军工企业授权生产或本土组装而成，一些大型设备关键核心部件仍需进口。以印度卡尔瓦里级常规潜艇为例，印度宣称该潜艇实现95%的国产化，但事实上，尚未实现国产化的5%，恰恰是该潜艇的核心技术。而目前出口前景较好的布拉莫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是印度与俄罗斯共同研发的产品。此外，印度制造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比如，印度此前出口至尼泊尔的步枪频繁爆出卡壳、低温环境下弹夹破裂等质量问题。而印度曾经引以为傲的国防设备出口合同，2009年与厄瓜多尔签署的价值5000万美元的轻型直升机合同，在遭遇了一系列坠机事故之后，厄瓜多尔于2015年取消了购买计划。印度的军工发展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印度虽然声称欢迎外资进入，但在实际操作上仍然时常屈就于国内的利益集团，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挫伤国外投资者的信心。莫迪政府虽然大力推动国防本土化，但目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均难以满足印军迫在眉睫的需求。印度仍然需要高度依赖进口来应对突发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应对型的军购采购模式必然会干扰印度长期以来的军工发展规划，挤占其发展本土军事工业的资源。如何平衡满足现实的需要和推动印度制造之间的关系，也是莫迪政府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近期有媒体爆出，印度在红海附近海域部署了至少12艘军舰，包括加尔各答级、维萨卡帕特南级驱逐舰等先进驱逐舰。有美国媒体就表示，此次印度出动的兵力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几乎倾巢而出。石先生，根据您的观察，按照目前的这个兵力部署来看，规模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吗？这个前所未有的是比较准确，但是呢，所谓的倾巢而出，这个就有点夸大了。因为毕竟印度出动的12艘军舰只是它的一部分，看看最关键的2艘航母，1艘都没动吧。还有在印度高档驱逐舰里边，现在也是出动了5艘，这个倒基本上呢是倾巢而出了。我觉得他是为了这个向美国表示。他在遵守与美国之间的承诺，就是说他，因为美国此前发动这个反中行动，而作为印度呢，印度所谓的一向保持他所谓的战略自主，
他的这个外交的自主性，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跟美国一起行动。但是呢，他要做出姿态，他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所以他也派出兵力。我觉得他派出兵力呢，确实有这个显示，向世界显示，特别是向地区国家显示他的军力的意图。印度人一直认为印度洋就是印度的洋，他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力部署过去是最薄弱的，所以他要趁此机会呢，来向这个地区的国家来显示他的军力。